星云大师曾说，人间什么最好？真、善、美、静。我们要达到至真、至善、至美的境界，就要从圆融开始。平时与父母、家人、朋友相处，要重视圆融和谐。无论是与人相处还是做事，我们都应该变得圆融一些。《红楼梦》里，宝钗和凤姐都能力过人，但给人的感觉却截然不同。宝钗做事就像春风拂面，既能达到自己的目的，又能让别人心悦诚服。初进贾府时，家里送来些特产，她不显厚薄地挨家挨户送去，连素来不受待见的赵姨娘也对她赞不绝口。湘云想请大家聚会，身上又没钱，宝钗就悄悄地把她拉回家，替她筹备了一场螃蟹宴，既帮湘云解了围，又处处照顾她的面子。探春在大观园实行改革，宝钗又建议让园中下人们都分些红利，既安抚了人心，又提高了大家的工作积极性，喜得众人连连说，姑娘奶奶这样疼我们，我们再要不体上情，天地也不容了。凤姐做事呢，则直来直去，锋芒毕露，心情好就笑容满面，心情不好就劈头盖脸一顿打骂。她自己是爽了，下人们却都是敢怒不敢言。虽然她得势时一呼百应，但一旦失势，就会落得墙倒众人推的下场。做事是一门需要妥协的艺术，做事圆融的人不仅自己舒展，也让别人舒服。做事锋利的人只顾自己舒服，却不管别人的感受。做事要圆，不是曲意逢迎、见风使舵，而是懂得灵活和变通，照顾别人的感受，让自己和他人的关系更和谐，做事自然也会更顺利。做事不易，做人更难。难就难在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原则，内心方正。生活中有太多的诱惑，稍不经意，我们就会被他们迷失了本性，放弃了原则。西游记里有段四圣试禅心的故事。当时唐僧师徒4人刚刚凑齐，菩萨们为了考验这支队伍的意志力，便化成了母女4人坐山招夫，一边是千辛万苦的取经路，一边是浓情蜜意的温柔乡，前方是数不清的妖魔鬼怪，眼前却有送上门的娇妻豪宅。虽然诱惑如此巨大，但唐僧等3人都不为所动，只有八戒贪恋美色安逸，执意想要留下。最后菩萨们用撞天婚来戏弄八戒，还把他吊在树上以示惩罚。一个内心不够方正的人，不仅取不到真经，还会拖整个团队的后腿。一个不能坚持原则的人，即使能获一时之利，也终会为自己的随波逐流付出代价。做事可以讲究变通，做人却不能够忘记初心。做事的方式可以好商量，做人的原则却是没有商量的余地。生而为人，总有一些底线是不可逾越的。不要为了一时的方便，就肆意破坏公共秩序，插队、闯红灯、乱扔垃圾。不要贪图一时的利益，就弄虚作假、谎话连篇，甚至不惜伤害自己的亲人和朋友。做人是一辈子的修行，做人方正的人看似笨拙，实际心里比谁都明白；看似固执，实际看得比谁都要远。做人要方，不是死守教条、固执己见，而是守护该守护的，坚持该坚持的。不管外界如何变化，都不做违背自己内心的事。曾在网上看过这样一段话，深以为然。做人做事可方可圆，方是以不变应万变，圆是以万变应不变。方是做人的脊梁，圆是处事的锦囊。方是原则，圆是机变。对己要方，待人要圆，
对内要方，对外要圆，随方就圆，在方中做人，圆中有方，在圆中归真。圆是处世之道，方是做人之本。古人在铸造钱币时就把这一思想融入其中，所以我们看到的古币大都是外圆内方的。为人的最高境界亦当如此，外圆内方，内心方正，处事圆融，才能价值无限。如果一个人只圆不方，趋炎附势，圆滑世故，一辈子只能滚来滚去，找不到归宿。如果一个人只方不圆，棱角分明，锋芒毕露，也难免撞得头破血流，寸步难行。因此，一个人只有方外有圆，圆内有方，方圆并用，才能活得从容而坚定，自信而洒脱。愿我们都能学会圆融地与他人相处，方正地与自己对话，顺顺利利做事，堂堂正正做人。共勉。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，请点击订阅与分享，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